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笔 MS 的 AI 学习频道。看到今天的封面图，没错，今天我们要来一场知识的极速狂飙，目标是攻克 AI 常见术语50选。你是不是常常听到别人说 AI、ML、LLM、Transformer， 却感觉雾煞煞，好像每个字都懂，但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外星语？或者你正准备像是 iPass AI 这类的证照考试，看到密密麻麻的术语就头痛。今天这支影片就是你的 AI 学习加速器，也是一份 AI 小白懒人包。我会尽量用最白话、最精准的方式，带你一次掌握50个 AI 的核心术语。我会结合生动的比喻和专业的定义，特别是那些考试重点的术语，我会帮你画上星号及红色重点标注。相信我，看完这支影片，你绝对能建立起一张清晰的 AI 知识地图。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Let's go！第一组 AI 基础语学习范式1到5。好，首先我们来建立 AI 世界最基本的世界观。人工智慧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这就像是人类一个伟大梦想，要让机器像我们人类一样聪明。专业定义，这是一个广泛的科学领域，目标是赋予机器模拟与执行人类智慧行为，如学习推理的能力。机器学习 ML（Machine Learning）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要实现 AI 这个梦想，最主流的方法就是机器学习。我们不是给机器一本厚厚的规则书，而是给它海量的资料范例，让它从做中学，自己找出规律。专业定义，它是 AI 的核心分支，专注于让电脑从资料中自动学习模式与规律，而无需明确编写规则。深度学习 DL（Deep Learning）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如果机器学习是学习方法，那深度学习就是给了机器一个超级大脑。这个大脑模仿人类神经，有很多层，所以叫深度，特别擅长处理复杂的问题。专业定义，它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技术，使用多层人工神经网络来学习资料中复杂的抽象特征。监督式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这就像是有老师在旁边教，我们给机器的资料都附上了标准答案，就像给学生做有解答的练习题一样。专业定义，它利用已标记的资料，但有标准答案进行训练，让模型学习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非监督式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 白话比喻，相反的，这就是没有老师，学生自学。你给机器一大堆乐高积木，没有说明书，让它自己根据颜色、形状去分类。专业定义，它在没有标记的资料中，让模型自动探索并发现资料内在的结构或模式，例如分群。第二组学习任务与神经网络基础6至10。好，了解了基本的学习方法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具体要完成哪些任务。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这就像训练宠物，机器会不断尝试，做对了给奖励，就是加分；做错了就惩罚扣分。它的目标就是学会如何拿到最高分。AlphaGo 下围棋就是用这个方法。专业定义，模型透过与环境互动和试错来学习，以最大化累积奖励为目标，常用于决策与控制。分类 Classification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
这是监督式学习的一种任务，目标是做选择题。例如，给一封邮件，判断它是垃圾邮件还是非垃圾邮件。专业定义，目标是将输入资料预测到一个预先定义的离散类别中。8. 回归 regression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这也是监督式学习的任务，但它做的是填充题。目标是预测一个连续的数字，例如根据平数预测房价。专业定义，目标是预测一个连续的数值，如房价预测、气温预测。9. 人工神经网络 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考试重点。前面提到的超级大脑学名就叫这个，它就是模仿人脑由无数个互相连接的神经元组成的。专业定义，它模仿生物神经网络结构的计算模型，由大量互联的神经元组成，是深度学习的基础。10. 神经元 neuron白话比喻，神经元就是大脑里最基本的细胞，它负责接收讯号，处理一下再传出去。专业定义，它是 ANN 中的基本计算单元，接收输入讯号，经加权与激活函数处理后产生输出。第3组，模型训练核心机制，11至15个。理解了学习的目标，那模型内部到底是怎么训练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组的重点。11. 权重 weight 白话比喻，神经元之间的连结强度。模型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调整这些连结强度值的过程。专业定义，神经元之间连结的强度参数，在训练过程中，模型透过不断调整权重来学习。12. 激活函数 activation function 白话比喻，这是神经元里的开关，有了它，神经网络才能变得更灵活，学会更复杂的东西，而不是只会线性思考。专业定义，为神经网络引入非线性的数学函数，使其能够学习复杂的模式。13. 损失函数 loss function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模型做完预测后，我们要用它来计算日测值和标准答案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损失就越大。专业定义，用来衡量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距，损失或误差是模型的优化目标。14. 阶度下降法 gradient descent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知道有损失后，就要想办法减少它。这就像我们站在山坡上，想走到谷底，这个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永远朝着最陡的下坡方向走，就能最快找到最低点。专业定义，一种优化演算法，沿着损失函数阶度的反方向逐步调整参数，以寻找损失的最小值。15. 反向传播 backpropagation 考试重点，白话比喻，那下坡方向要怎么算呢？反向传播就是一个超高效率的演算法，从最后的损失结果一路反推回去，告诉每个群众该如何调整。专业定义，一种高效计算神经网络中所有权重阶度的演算法，是训练的核心。第4组，模型架构与自然语言处理。好的，我们刚刚了解了模型训练的内部秘密，现在来看看一些更具体的模型架构，以及如何让电脑听懂人话。第16，过拟合 overfitting 白话比喻，学习太认真有时候也不是好事。这就像一个学生把练习题背得滚瓜烂熟，连题目里的错字都背下来了，结果一上考场，看到新题目就完全傻了。专业定义，指模型对训练资料过度学习，导致在未见过的新资料上表现不佳的现象。第17，卷积神经网络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白话比喻，这是一种处理图片的专家，它就像带着一个放大镜在图片上滑动扫描，来有效提取图片的边缘、纹理等局部特征。
专业定义，这是一种特别擅长处理网格状资料，如图像的深度学习模型，能有效提取空间特征。第18，自然语言处理 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白话比喻，接下来进入语言的世界咯。ALP 就是教电脑听懂人话、说人话的技术。专业定义，这是 AI 的一个领域，专注于让电脑能够理解、解释和生成人类语言。第19，词源 Token， 白话比喻，电脑看一篇文章，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而是会先把句子切成一个个有意义的最小单位，这个单位就叫词源。专业定义，在 ALP 中，文本被切分成处理的最少单位，可以是一个单词、字词或字元。第20，嵌入 Embedding， 这个是考试重点。白话比喻，电脑不懂文字，只懂数字，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技术，把每个词源都变成一串数学数字，也就是向量。神奇的是，意思相近的词，它们的向量在数学空间中也会很靠近哦。专业定义，将离散项目，如单词，转换成稠密的数值向量，使语义相似的项目在空间中距离相近。第5组，大型语言模型时代，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呢？我们已经从训练的基本功进展到处理特定问题的专业模型了。接下来准备进入现在最火红的时代——大型语言模型时代。21 Transformer， 白话比喻，这是近年来 NLP 领域最革命性的发明。它最大的特点是在处理句子时，可以同时关注到所有词的关联，大大提升了效率和效果。专业定义，这是一种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架构，实现了高效的并行计算，是现代 LLM 的基础。22自注意力机制 Self-Attention， 白话比喻， Transformer 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靠这个秘密武器。它能让模型在看一个词的时候，自动判断句子中其他哪些词对理解这个词最重要，并给予更高的注意力。专业定义，这是 Transformer 的核心，允许模型在处理序列时，同时计算所有词源间的相互关联性权重。23大型语言模型 LLM， 白话比喻，当我们用 Transformer 架构，并且给它大量文本资料训练出一个拥有数十亿以上参数的超大型模型时，它就成了我们常说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像 GTP 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专业定义，这是一种赖神经网络架构的深度学习模型，拥有数十亿甚至上千亿个参数，并在巨量文本上进行预训练，能处理各类复杂的语言任务，例如生成、理解和翻译等。24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白话比喻， LLM 就是一种生成式 AI。这类 AI 的特点是，它不只是做分析，它还能创造全新的内容，像是写文章、画图、做音乐等。专业定义，它能够根据输入的提示创造全新内容，如文字、图像、音乐的 AI 系统。25提示词 Prompt， 白话比喻，我们要怎么跟这些强大的生成式 AI 沟通呢？我们给它的指令或是问题就叫做提示词。专业定义，提供给生成式 AI 模型的输入指令或讯息，用来引导模型产生特定内容。第6组，与 AI 的沟通艺术26到30。有了这么强大的 LLM， 我们该如何跟它说话呢？这就是一门艺术了。下一组，我们来学习与 AI 的沟通艺术。26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白话比喻，如何下达一个好的指令，让 AI 产出我们想要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就像学会如何跟一位超级助理有效沟通一样。专业定义：设计和优化提示词的艺术与科学，在于让生成式 AI 更准确、有效地产生期望的输出。27. 幻觉 Hallucination， 白话比喻 AI 有时候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它产生的内容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是错的，甚至是它自己捏造的。专业定义：指 AI 模型产生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是错误、捏造或无法使根据的资讯的现象。28. 零样本学习 Zero Shot Learning， 白话比喻，一个好的 LLM， 你不需要给它任何范例，直接下指令，它就能完成任务，这就是零样本学习。专业定义：模型在没有任何范例的情况下，仅凭指令就能执行一项新任务的能力。29. 少样本学习 Few Shot Learning， 如果你希望它做得更好，可以在提示词里给它1-2个范例参考，这就是少样本学习。专业定义：在提示中提供少量1到数个范例，引导模型更好地理解并完成任务。30. 思维链 COT， 白话比喻，对于复杂问题，我们可以引导 AI 在给出最终答案前，先把它的思考步骤一步步地写出来，就像让它自己打草稿一样，能大大提高准确性。专业定义：是一种高级提示技巧，引导模型在给出最终答案前，先逐步展示其推理过程。第7组模型优化与扩展31到35，学会了怎么跟 AI 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让它变得更强、更专业？这就要靠接下来的模型优化与扩展技巧了。31. 微调 Fine Tuning， 白话比喻，一个通用的 LLM 就像大学毕业生，什么都懂一点。如果想让它成为法律专家，我们可以用法律专业资料对它进行再训练，这个过程就叫微调。专业定义：在预训练好的模型基础上，使用特定领域的小型资料集进行额外训练，使其更适应该领域。32. 检索增强生成 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白话比喻，这是对抗幻觉的大绝招，它让 AI 从闭卷考试变成开卷考试。在回答前， AI 会先去一个可靠的知识库里查找资料，再根据找到的资料来生成答案。专业定义：结合外部知识库检索与 LLM 生成，模型在回答前先查找资料，如同开卷考试。33. 上下文 Context， 白话比喻，在对话中 AI 能记得前面说过的话，这就是它的上下文。上下文框架越大，它能记住的对话就越长。专业定义：模型在生成响应时所考虑的前文应息或背景，上下文框架决定了模型的记忆长度。34. 多模态 Multimodal， 白话比喻，如果一个 AI 不但能懂文字，还能看懂图片、听懂声音，我们就说它具备多模态能力。专业定义：指 AI 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和理解多种类型的资料，如文字、图像、音讯等。35. 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 白话比喻，这是一种强大的图像生成技术，原理很特别，先把一张清楚的图片不断加入杂讯变成雪花点，然后模型学习如何从这堆雪花点反向一步步把图片还原回来。专业定义：一种强大的生成模型，透过从纯噪音中逐步去噪的过程来生成高品质数据，尤其是在图像领域。第8组
技术生态与工具36到40。模型越来越强大，也需要周边的生态与工具来支援。接下来这组，我们要谈谈那些让 AI 能够真正落地应用的关键工具。36. 向量资料库 Vector Database。 白话比喻，前面提到嵌入会把词变成向量。当我们有海量的向量时，就是要一个专门的向量资料库来储存和高效搜寻。专业定义：专门用来储存和高效查询嵌入向量的资料库，支援基于相似度的高效搜寻。37. 应用程式界面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白话比喻，我们开发的 APP 或网站要怎么呼叫 AI 的功能呢？就是透过 API。API 就像是 AI 服务开的一个窗口，规定了你该如何跟它沟通。专业定义：定义了不同软体之间互动与资料交换的规则与界面，是调用 AI 模型服务的桥梁。38. API 精钥 API Key。 白话比喻，这个窗口不是谁都能用的，你需要一把钥匙，也就是 API 精钥，来证明你的身份和使用权限。专业定义：一个加密的字串用于在呼叫 API 时验证应用程式或使用者的身份与权限。39. 光学字元辨识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白话比喻，把图片里的文字自动辨识出来，变成可以编辑的文本，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技术就是 OCR。专业定义：从图像或扫描文件中提取并以识别其中的文字，将其转换为可以编辑的文本。40. 工作流程自动化 RPA Workflow Automation。 白话比喻，这是一种软体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在电脑上的操作，自动执行那些重复性高、有固定规则的任务，比如整理报表、输入资料等。专业定义：利用软体机器人模拟人类操作，自动执行重复性高、规则化的业务流程。第9组，前沿应用与概念。有了这些工具， AI 的想象空间就更大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些更前沿、更酷炫的应用概念。41. 代理人 Agent。 白话比喻，当我们赋予 AI 一个目标，让它能自主地思考、规划，并采取行动去完成时，这个 AI 就成了一个代理人。专业定义：在 AI 领域，指具备自主性与目标导向的智能体，能感知环境、决策并采取行动。42. 上下文工程 Context Engineering。 白话比喻，这是让代理人变聪明的关键技术。它负责动态地为代理人准备完成任务时所需要的所有背景资讯和工具。专业定义：为 AI 智能体动态构建和提供完成任务所需上下文资讯和工具的技术。43. 本地化大型语言模型 Local LLM。 白话比喻，如果我们不把 LLM 放在云端，而是直接安装在自己的电脑或手机上运行时，这就是本地化 LLM。 好处是资料更安全，而且可以离线使用。专业定义：指在本地设备，如个人电脑上部署并运行的 LLM， 以增强资料隐私性和控制性。44. 模型上下文协定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白话比喻，这是一个标准化的沟通格式，有了它，我们的应用程式就可以用统一的方式把任务指令传递给任何支援这个协定的 LLM。 专业定义：一种开放标准，规范应用程式如何以统一格式向 LLM 提供任务相关的资讯与指令。45.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白话比喻，这是早期的一种 AI， 它的做法是把人类专家的知识写成一条条的如果那么的规则，让电脑根据这些规则来做判断。专业定义：早期 AI 的一种形式，将专家知识编码成如果那么
的规则库来做决策。第10组特定领域任务46至50。最后一组，我们来看看 AI 在一些特定领域的具体任务，这些也是考试的热门哦。46电脑视觉 CV Computer Vision， 白话比喻，这就是叫电脑看懂世界的技术，所有跟理解图片、影片相关的都算。专业定义 AI 的一种分支，致力于训练电脑看懂并理解数位图像与影片中的内容。47物件侦测 Object Detection， 白话比喻，不只认出图片里有猫，还要用一个框把猫的位置标出来。专业定义，电脑视觉的意象任务，不仅要识别图像中的物体，还要标示出它们的精确位置。48影像分割 Image Segmentation， 白话比喻，这比画框更精细，它要把图片里每一个像素都精准分类，就像在做超级精细的去背。专业定义，比物件侦测更精细的 CV 任务，目标是将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都分配到其所属的物体类别。49命名实体辨识 NER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白话比喻，这是 NLP 的基本功，从一段文字中自动找出人名、地名、公司名这些专有名词。专业定义 NLP 的一项核心任务，从文本中定位并分类预先定义好的命名实体。50词形还原 Lemmatization， 白话比喻，英文中 run、ran、running 这些词意思都跟跑有关。这个技术就是把它们全部还原成字典里的最原始的 run， 方便电脑统计和理解。专业定义，将单词的不同曲折形式还原为其字典中的基本形式词根的 NLP 技术。恭喜大家，你很棒！我们刚刚一起走过了这50个 AI 核心术语的奇幻旅程，从最基础的 AI、ML、DL 到神经网络的运作，再到强大的 Transformer 和生成式 AI， 最后也接触了电脑视觉和 NLP 的各种应用。现在的你脑中肯定已经有了一张清晰的 AI 知识地图。记住，这些术语不是用来死记的，它们是帮助我们理解 AI 如何思考、如何工作的工具。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创作下一支影片的最大动力。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你觉得哪个术语可能会考？欢迎一起分享给各位朋友哦。学习的路上，你从不孤单。我是一笔 MS， 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